大家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，能称得上千古一帝的人寥寥无几，而秦始皇绝对是那个开启一切的男人。他统一六国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他的功绩如日月惊天。秦始皇嬴政出生于公元259年，逝世于公元前210年。在位时间虽短，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。他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，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真正奠基人。他的陵墓是他生前权力的极致延伸，耗时39年，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政治生涯。可当我们谈论他的长眠之地秦始皇陵时，总是绕不开一个问题：从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技术突飞猛进，为什么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下宫殿，至今仍然安静地躺在骊山脚下？是不敢挖，还是没有能力挖？答案可能比你要想象的更复杂。它不是一道简单的二选一问题，而是一场考古界、历史界、科技界共同面临的世纪性博弈。要理解秦始皇陵的难挖程度，我们得先看看历史上那些已经被挖或者正在挖的顶级皇帝陵墓，进行一个对比和筛选。我们将中国古代帝陵按考古挖掘难度系数和陵墓等级进行一个划分，陵墓等级越高，难度系数越大。一、秦始皇陵嬴政前259年到前210年，未挖，挖掘难度系数5颗星。景帝杨陵刘启前188年到前141年，正在挖掘，挖掘难度系数4颗星。三、明定陵朱翊钧1620年，已挖掘，挖掘难度3颗星。我们选取的这3个核心对象呢，代表了中国帝陵考古的3个阶段和3种态度。明定陵代表了可控性挖掘的阶段，也是中国考古界经验与教训的起点。汉景帝杨陵代表了科学性保护发掘阶段，是当前考古技术和理念的最佳实践。秦始皇陵呢，代表了终极挑战阶段，是文物保护的红线与禁区。秦始皇陵之所以被雪藏，原因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，而这3个方面呢，正好是明定陵和汉阳陵的教训和实践。1956年呢，发掘的明定陵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，但也极其惨痛的经历。当时呢，考古学家带着一腔热血和有限的技术进入地宫。当地宫被打开时，大量的丝绸、木器、漆器重见天日。然而呢，由于缺乏成熟的惰性气体保护技术，没有恒温恒湿的现场保护条件，这些在地下密闭环境中保存了几百年的有机物，在与氧气接触的瞬间迅速氧化、褪色乃至碳化。万历皇帝和2位皇后的龙袍，那华美的金丝和织锦很快失去了光泽，变成了一堆的碎片。秦陵的风险呢？学界观点认为，秦始皇陵地宫内陪葬的有机物、漆器、竹简、丝织品
甚至可能存在的纸张，其数量和珍贵程度是定陵的成百上千倍。秦始皇陵地宫的平均埋深比定陵深得多，地宫面积至少是定陵的10倍以上。地宫内的彩绘兵马俑在出土瞬间，彩绘就迅速的脱落，已经让考古界痛心不已。如果地宫内的文物遭遇同样的命运，那将是人类文明无法承受的损失。在没有确保万无一失的保护所有有机文物的技术前，挖秦岭就是一场对人类文明的豪赌，而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承受失败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明确记载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基象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在2000多年前，工匠们是如何将大量的液态水银灌入地宫的？官方考古报告和勘探数据证实，对秦岭封土堆进行汞量勘测，发现封土堆内部存在着异常高的汞含量，且呈强烈的带状分布，与史书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的说法高度吻合。挖掘陵墓的风险，水银及汞具有剧毒，在宫内汞含量之高，意味着一旦挖掘，水银蒸发可能造成考古人员的急性中毒和生命危险。地宫内环境的彻底破坏，地宫内文物遭受汞蒸气的侵蚀。在没有完全掌握对地宫进行无害化、大规模化、长效的汞污染处理方案之前，贸然开启地宫是对考古人员生命的不负责。这不仅仅是不敢挖，更是不能挖。汉景帝的杨陵的考古发掘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的新理念。发掘工作非常谨慎，很多陪葬坑采取了整体打包或不进行物理接触的方式。最著名的就是其考古陈列馆，它建在已经发掘的部分遗址上，游客可以隔着玻璃地板观看遗址，文物暴露在恒温恒湿的受控环境中，实现了不破坏性展示。学界普遍观点认为，秦始皇陵作为世界第8大奇迹，它是全人类的遗产，对它的发掘必须达到可逆性和完美性。秦陵一旦打开，就没有后悔药。我们必须确保未来的技术不会比现在更好。如果现在挖掘，而50年后有了更完美的技术，那我们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。陵墓的发掘需要巨大的国家投入和漫长的保护周期，在文物保护技术上从巨大瓶颈时，贸然发掘将引发巨大的国际舆论和争议，这也是国家层面不敢挖的重要政治因素。1974年，兵马俑的发现是秦陵考古的关键转折点。当第一个陶俑的碎片被发现时，考古界和高层领导迅速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远见的决策：挖掘兵马俑，但对地宫陵寝本体采取永久性封闭原则。这个决策的意义在于，它清晰地划清了一条红线，它将抢救性挖掘和主动性挖掘彻底分离开，确保了保护第一、抢救第二、合理利用的16个字的方针。学者推测，秦始皇陵的地宫内部可能压力平衡、封闭性极佳，这种环境维持了2000年的稳定。任何外部的介入，哪怕是钻探和通风，都可能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，加速对文物的崩解。因此，不挖就是最好的保护。
最终的答案是，我们现在的能力还配不上这份历史遗产的重量。这不是一个敢不敢的勇气问题，而是一个配不配的资格问题。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能够在不损失任何一件文物、不破坏任何一个环境平衡的情况下，将地宫的完美的呈现并永久保存的技术时，陵墓自然会向我们敞开。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秦始皇陵将继续作为那个权力的休眠舱，警示着我们对历史遗产应有谦逊与敬畏。大家觉得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，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对秦始皇陵的完美挖掘？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永远尊重这份不被打扰的权利，让秦始皇继续做那个地下世界的千古一帝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谢谢收看。